好，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大家晚上好，沙发还在。这个 VEO3有点厉害，但是好像$250一个月的那个谷歌 AI 终极订阅里头没有包含这个，是我看漏了什么吗？没有啊，就是你要想用那个 VEO3是必须有那$250的，没有那个不让使。以外游期的静态体验，B 站好像似乎依旧是限流的，没有啊，今天一大堆。这个是正确部分，芯片本身不联网，不具备直接上传数据能力，不准确部分跟踪软件，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我们这儿的评论吗？好，这个今天呢，故事分两段啊。第一段呢是小米的玄界 O1这个芯片，第二段呢，咱们讲一下昨天我是整个的把雷军的评论都听完了啊，然后就是他直播整个都听完了，然后跟大家讲讲感受。今天看极客湾的评测，貌似还不错，是的。这个都是预期的各种视频啊，媒体评测现在都冲上来了。好，我们开始讲第一个故事啊。在讲之前，先预告一下，明天北京时间上午11点还有一场直播啊，那个是找的 Indigo，然后我们要去聊一下，谷歌 I/O 今年发布了很多东西，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Cloud 4。那 Cloud 4因为刚出来嘛，所以我们都刚刚开始用。啊，这个是这样的，对。好，那么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小米玄界 O1到底是开始还是结束啊？首先我们要说，小米玄界 O1呢是一盘大棋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就是曾经有过一个超级成功案例，小米想去抄袭一下。这个超级成功案例是什么呢？在圈子里头管它叫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德带货事件，啊，是当时是雷蒙德还是雷蒙多吧？跑到中国来转了一圈，然后华为突然宣布说：“哎，我的这个麒麟9000S 做出来了啊！虽然你台积电不给我做，但是我做出来了啊！然后我们突破了美国的限制，我们要去卖华为手机，但是后边真正卖掉的是什么？卖掉的是各种华为的汽车啊！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带货案例啊！到目前为止，没有比它更成功的了。”很多人说华为手机卖的也不错呀，对，但是你要想清楚一点，这种5000块钱以上的手机啊，一年其实卖不了几个啊。这个即使是像华为这样的公司，5000块钱以上的手机，一年可能能够卖掉，比如说100万或者是几十万，也就是这种水平啊，可能一两百万吧，大概这样。真正这个手机厂商卖掉的手机都是2000块钱以下的啊，至少占一半以上。对吧？所以这个5000块钱以上的手机呢，都是作为品牌形象来树立的，啊，小米现在说我也得搞一把这个事儿啊，这个我们计划折腾一下，我们也整个芯片啊，国内首款自主设计的3纳米芯片，然后啊，这个直接出芯片这件事儿呢，其实你怎么算你怎么都不划算啊，这是你自己做个芯片，自己把它装在手机上去，特别是5000块钱以上的手机，这个东西打死你也挣不回来的啊，必亏无疑。所以造芯片这件事儿呢，永远只是营造热点，你把车打爆，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华为玩过了啊，而且效果很好，那照抄作业就好了呗，对吧？小米实际上就想干这么个事儿。那么这是我们的结论啊，这个小米的玄界 O1芯片就是在为小米预期造势的一个事情。有人问了，说有没有可能是四月初啊，应该是3月29号车祸之后临时起意，我们去造个芯片这个事儿呢？不可能啊，这是不行的。向台积电下单到收到货需要12到16周啊，基本上是3到4个月你才能收到货。然后你再把东西做成手机，可能还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呢，这件事情的计划一定是在去年就计划好的。
这批芯片应该是去年启动，甚至是去年都造出来了。小米呢，希望靠芯片把车的销量和整个公司的股价和市值直接打爆它。那么这件事呢，一定是规划很长时间了啊。车祸的事情呢，应该是打乱了节奏，现在呢，必须按照原来的剧本继续演下去。就是这个5月22号的发布会，原来计划是在4月23号，就是很多的像什么汽车之家都已经发出预告来了。那个时候出了事儿了，没法去开这个发布会了，停了1个月啊。5月22号继续往前走，甚至连雷军自己对于芯片这个事儿都不是那么熟悉。这儿呢有一个证据啊，就是在15周年雷军内部的演讲的时候，他讲的不是玄界 O1，而是讲的玄界01，他自己把名字说错了，对吧？你想 O 嘛，看着像0似的，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玄界 O 应该是 origin 啊，就是origin 应该是这个词，就是说它是初始的第一个啊，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结果到雷军那儿给念错了啊，到这一次开发布会的时候才把它改正过来啊，这叫玄界 O1。所以雷军自己就是主要还是惦记卖车呢。那么有人就问了，说台积电为什么给小米代工3纳米呢？这个不用说啊，因为在会上他并没有讲说这是台积电给他代工的，但是全世界能干这个活的人也就是台积电了，所以台积电是可以给他代工3纳米啊，叫第2代3纳米工艺。首先要注意啊，小米不是华为，没有在实体清单里头，所以台积电给他代工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要合规啊，什么叫合规？合美国人的规。美国人要求的是单颗芯片的晶体管数量不得超过300亿，这是2025年的新标准。而玄界 O1 的晶体管数量是190亿，仅是限制阈值的63%，完全符合豁免条件。而且呢，美国要求的是你不能造 AI 芯片，不能造高性能的这种存储芯片，就是 HBM， 你不能造这个东西。那么玄界 O1 呢是个手机 SoC 啊，虽然它里头有一些 NPU 啊，但是呢它里头是没有 HBM 的啊，不在限制的范围内。玄界 O1 呢也未集成高带宽的这种 HBM， 然后呢里头也没有其他的这种 AI 加速的东西，它里的 NPU 是它里头的这个 NPU 是它自己做的啊，所以呢没有受到美国的限制，它的基带还不是自己的，基带是外挂的联发科的 T800芯片。台积电呢要求16纳米以下制成的芯片需要在 BIS 批准的24家封装厂完成测试。小米呢选择的是日月光啊，中国台湾的和安靠科技美国的啊，让这些企业给他们做封装，确保供应链全程合乎审核要求啊，所以他就可以去做去。那么代工整个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啊？首先，客户资质审查，小米没有进实体名单，且作为全球第3大智能手机厂商，其商业信誉和市场影响力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是没有政策风险的。台积电通过尽职调查确认小米的最终用途不涉及敏感领域啊，你这个东西不是说我把这堆芯片凑起来去装服务器去了啊，也不是说我拿去军用啊，这就是造手机的。第二个，技术参数申报啊，台积电要把这些参数到美国去申报去啊。小米需要向台积电提交芯片设计的详细参数，包括晶体管数字、这个功能模块、应用场景啊，由台积电合规部门对照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进行逐项审查。最后呢，是做生产过程的监督，台积电在晶圆制造环节实施严格的技术隔离，确保玄界 O1 的生产设备、工艺参数和 AI 芯片产线完全区分啊，这里头绝对不带混在一起的。同时，代工协议中包含技术回传条款，要求小米不得将台积电工艺这个逆向用于军事或者超算领域啊，这个小米也没这能耐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合规的啊。那么它叫3符合啊，就是你想到台积电去代工没问题。第一，符合美国出口管制的晶体管数量的阈值；第二，符合消费级应用场景，造手机嘛，这事儿消费级的没毛病；第三，符合供应链技术合规要求啊，我到美国指定的封装厂去封装去了啊，也没毛病啊，所以它可以在台积电去代工。
那么小米的造芯之路呢，还是比较波折的啊。2014年啊，大家都想造芯啊，当时我们也想造芯，当时我还在猎豹移动去做投资总监，跟小米的团队也一起出去看芯片厂啊，而且当时不光是猎豹啊、小米啊，百度啊、什么这个华为，还有像什么腾讯啊，就是阿里，所有人都在惦记造芯片。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造芯片的年代，2014年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大家其实并没有想着说我们要去做手机 SoC，当时所有的公司都想去造另外一个芯片，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 WiFi 模块。这玩意儿干嘛使的呢？是在智能家居上使的啊。你比如说你做冰箱、做洗衣机，对吧？你这个冰箱、洗衣机，你想要靠智能化，你必须要有一个 WiFi 模块能够连到网上去。但是你管它叫 WiFi 模块，那个里头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它也是个 SoC， 它里头是有 WiFi 的东西，有计算的芯片，它里头有个小 CPU， 然后呢有一些存储啊，你相当于是把一个简单的小电脑装到你的家洗衣机上去啊。当时大家都在考察这个玩意儿，这个智能家居上、电视上是不用这种东西的啊，电视上是直接使用手机芯片的，除了电视之外都是需要 WiFi 模块的。这个冰箱、洗衣机啊，然后这个厨电、空调啊，都是需要的东西。小米呢是稍微特殊一点，它惦记造手机芯片啊，其他人其实一般不惦记干这个事儿。当时小米2014年呢成立了一家叫松果科技的公司，很多芯片设计相关的项目呢都是会去成立独立公司啊。这个原因呢也几个啊，第一个是设计芯片这事儿实在太贵，所以呢希望在设计芯片的过程中可以引入一些外部投资。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减轻自己的负担。另外一个呢，就是芯片设计公司的报表一般都比较难看因为你最后如果芯片流片失败啊，或者说做出来不是特别合适的话，会亏很多的钱啊。把这种东西合并到主体里头以后，这个会带崩股价的，所以通常都是独立公司。那么独立公司呢就会有些问题啊，就是它有自己的心思嘛。这些公司呢跟手机设计部门的沟通就会存在障碍。这些公司呢老惦记说，哎，我做出这个芯片来了，不能光我自己家的手机用啊，别人也利用啊，对吧？我还得想卖给别人。那么手机设计的部门呢，也都看不太上自己家的芯片啊。这个大家在大公司里边待过的人都知道啊，就是内部协调有时候更费劲一些，特别是这个我们还有不同的股东，还有不同的利益的时候啊，基本上没法整。像这个 OPPO 干掉的哲库科技就是一个这种独立运营的项目。但是后来的华为海思，还有像小米玄界，都是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完全听指挥啊，指挥得动。像前面这个就没有那么容易指挥动。大家呢其实都比较痛苦高通啊，就叫苦高通久矣。什么意思？就高通的芯片特别贵，特别是旗舰的这种新的旗舰芯片啊，非常贵。而且呢，高通的芯片跟专利费是分开卖的。就是你说，哎，我买一颗芯片，比如说，几百美金啊，然后呢，还需要交多少美金的专利费，而且它这种专利费呢，是你交多少专利费，我给你开多少功能啊，这一个芯片给你可能里的功能都设计好了，但是如果有些专利费你没有交的话，那功能你就不能使，它是这么来去干活的而且呢，你说，哎，我做一比你便宜的芯片跟你竞争行不行？还竞争不了，为啥呀？因为你今年的旗舰芯片很贵，但是去年的旗舰芯片就比较便宜了。你现在自己做出来的芯片，可能连它前年的旗舰芯片也都打不过它。你像现在华为造的麒麟9100什么这样的芯片啊，现在可能连高通的那个叫做8阵1你都未必打得过，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根本没法打。所以呢，大家对它都很烦啊，实在是搞不定它。那么这些手机厂商说我要自己造芯片这个小米呢又是做性价比手机的你必须要去拼旗舰芯片的发布。你像现在小米跟高通之间的合作是什么？就是高通每一次发这个新的芯片的时候，小米一定是首发不可能说那高通发完了芯片了以后，小米说我等别人都用完了以后，我再去发我的手机，不会干这个事儿一定是同步发售。那么小米呢，就在2014年做了这么个项目叫松果科技。他们家的 WiFi 模块呢，也算是彻底搅动了市场，因为它的 WiFi 模块比别人都便宜。我记得当时大概它做到20多块钱一个非常非常便宜。其他那些做 WiFi 模块的公司都直接哭掉了。
手机芯片啊，这个小米一直没死心，说我要去做，而且呢是跟联发科一起去做这个东西啊。他最后做澎湃 S1的时候是跟联发科合作的，就是 MTK 啊。澎湃 S1呢算是小米造芯片的过程中的一个坎儿啊，等于造失败了。2017年小米造了这颗澎湃 S1芯片，是在他们家的中低端手机上使用的，就是1000多块钱的手机。这颗芯片呢是28纳米工艺，在2017年呢其实已经旧了啊，那个时候已经有10纳米、14纳米、16纳米都出来了，他造了一颗28纳米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刀法没练好，就想表演一次性的精准刀法，就会出现这样的笑话。就是大家也别想说这芯片怎么差了啊，或者哪儿设计错了，都没有。当时雷军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芯片的价格应该是跟堆料有关系，应该跟工艺有关系啊。我把这个工艺从10纳米或者16纳米降低到28纳米，这个东西自然就便宜了，对吧？我把里头的这个核心少堆一点啊，少堆点核，少堆点料啊，这个东西自然就便宜了啊。他当时是这么想的，但其实是错的啊。这个芯片的价格不是这么算的，这个当时呢啊，这个希望做一款很精准裁切的中低端手机的芯片，结果被高通玩了一把田忌赛马的故事，直接给精准收割了。什么意思？就是芯片真正的成本在哪儿？芯片真正的成本主要是跟销量有关系的啊。你设计一款芯片，比如说10亿美金的投入啊，这个算起吧，10亿美金起。高通的8 Gen 4是30亿美金的投入，对吧？然后你比如你卖个2000万片、3000万片，基本上就可以回本了。就是它一开始定的价格就定得很低，你必须要卖到2、3千万片才可以把这个成本收回来。它这种东西的成本是怎么算的？就是一个晶圆啊，比如说是10纳米的晶圆、3纳米的晶圆啊，一个晶圆是多少钱？然后一个晶圆上可以拿100片，然后呢，比如说良品率是55%，那我们就算好了啊，这个一个晶圆，比如说是1万美金啊，这里头有55片啊，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价格，是你的制作成本，再加上后边封装啊什么这个封测的成本，剩下的就是你要去摊这个20、30亿美金的设计成本了，对吧？你在这个里头，你必须是卖够片数啊，才能够把这个成本摊平了。那么旗舰机这种东西呢，是不可能让手机芯片回本的啊。你比如说高通8 Gen 4这种东西，30亿美金的设计成本啊，我现在要求所有的旗舰机都用啊，那你说能不能把这个2、3千万片卖出去？很费劲啊。小米一年卖掉的旗舰手机大概也就是可能几百万个啊，到不了1000万。然后你再加上三星，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加在一块儿吧，大概将能够达到这个回本的一个或者打平的一个水平啊，还挣不了钱。那你说我做这个芯片卖了2、3千万片还挣不了钱，我后边怎么办呢？对吧？很简单啊，我这个今年比如说是高通8 Gen 4，等到明年比如说有高通8 Gen 5了，那我这8 Gen 4的芯片我还接着卖，卖给什么呢？卖给红米啊，卖给这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手机，比如3000块钱的手机啊，或者卖给这个2000块钱的手机，或者卖给1000多块钱的手机，那这个时候他才能把这个成本彻底收回来。所以当你去说，哎，我裁剪的很精准，这一个手机芯片上来以后，发现你打不过人家高通2年前、3年前的芯片，性能没人好，对吧？然后你的兼容性、你的稳定性都没有人家好，人家还比你便宜啊，那这个事儿就没法整了。像一般高通的这种旗舰芯片设计出来，然后连着卖3年啊，就是今年是卖5000块钱以上的，明年比如说卖到3000块钱左右的啊，或者3000块钱上下的。后年，比如说能够卖到1000块钱往上啊，比如1500块钱的这种手机，卖3年的话，这种芯片大概能卖掉几亿颗，1亿颗到2亿颗的水平，它是完完全全可以挣得出来的。到后边给你打价格战，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啊，这个跟高通打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要算清楚芯片的成本在哪儿。当时呢，小米做的这个麒麟啊，叫澎湃 S1的芯片呢。是用在了小米5C 上，用在5C 上以后呢，就没法整，直接放弃了啊！这种芯片，你第一次总是有很多的坑要踩的啊，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在2017年这一次失败以后，
这个松果就基本上算停滞了，大裁员啊，从几百人最后大概裁到还剩100人啊，基本上就跟前面咱们讲那折库的故事一样啊，这 OPPO 的折库直接说我关掉了啊，3000人裁到还剩100人啊，这个剩下我们就留一个摊子在那看着啊，其他人都裁了啊，松果也干了这么个事儿，然后松果说那咱剩100人干点什么呢？哎，咱做小芯片吧，大芯片咱做不了，做点小的。他们呢做 ISP 芯片啊，叫 Image Signal Processor 啊，就是叫图像信号处理芯片。然后呢，再做什么呢？就是快充芯片，小米的手机啊，这个充电宝啊，这种快充啊，这里头要有芯片。然后呢，做电源管理芯片啊，就是它手机电池需要管理芯片啊，咱们做这种芯片。所以呢，他们后来还有很多的澎湃系列的芯片出来，一直到现在为止呢，也还有很多澎湃系列的芯片在用啊。这个松果说我们就这么苟延残喘吧。WiFi 模块呢也一直在做啊，但是 WiFi 模块是另外一个公司在做，叫绿米联创啊，这个是小米直接投资的项目啊，还有好几家生态链企业在做小米 WiFi 模块，就是小米后边家电基本上用的是这东西。然后到2021年，玄界就成立了啊，大家注意啊，松果还在，松果一直到现在还在，这个分工不一样，其实这些小芯片松果还在做澎湃系列的芯片。然后呢，玄界就是说我要去做 SOC， 要做这个手机芯片的，2021年成立的。那你说2021年成立了，到现在才做出芯片来，这些年都干嘛呢？或者2021年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这个雷军一拍脑袋说我要成立玄界，然后要去把这个事儿做起来呢。2021年，紫光集团因为财务危机跟战略调整，差点没倒闭了啊，最后进行了大裁员。紫光呢就属于是。当时国家说我们要给你钱，你要去负责中国的芯片产业啊。紫光拿了钱以后，前2天好像是把老大直接枪毙了嘛，对吧？这是今年前几天的事情啊。但是在2021年，紫光就进行了大裁员，就是把大量的芯片人员全都给裁了。那小米说，咱既然有这么多的芯片人才，咱们把它收了吧，啊，咱们自己先囤点，但是囤的也不多啊，大概囤了几百人。紫光当时应该也是裁了几千人出来，所以小米玄界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2月，核心团队很多都是来自于紫光的啊。玄界总经理叫曾学忠，原来是紫光展锐的 CEO 啊，他是这样来的。然后一部分的紫光被裁员工是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就逐渐的加入玄界了。玄界呢，也是说我们2021、2022到包括到2023啊，大家都是在这儿这个几百人做一些预言啊，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到2023年快速发展啊，2023年又赶上什么事儿了呢 ？OPPO 解散了折库科技3000人的芯片团队，裁的还剩100人啊。那么玄界人数猛增啊，直接涨到1000人以上了。这个就反正他总是捡别人的这些人啊，而且。折库里边是有很多在高通上过班，然后在海思上过班的人，然后把这些人啊通过折库解散了以后，玄界招进来啊，这个等于玄界里头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人才了。那么玄界整个造芯片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玄界的这个 O1 的芯片到底是不是一个公版芯片呢？这个很多人都在去讲什么叫公版，就是说。有一个标准的模板啊，你得照这做就没什么大毛病。像以前我们见过公版的主板啊，比如说英特尔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新的 CPU 啊，然后我们除了做 CPU 之外，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主板上的这种控制芯片啊。那么你们应该怎么用这东西呢？我会做一个 demo 出来啊，你照这做。然后国内的，比如说咱比如国内了吧，就是你比如说华硕啊，这个技嘉，国内可能也有一些主板厂商嘛，就会拿这个公版来改。啊，加一些自己的理解，加一些自己这个可以提效或者增加稳定性、降低成本的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主板来。然后包括像咱们讲的这个显卡，对吧？比如说5090啊，做出来了啊，从这个叫谁呢？从这个英伟达出来的叫公版。然后你比如说华硕 ROG， 什么其他的。这些啊，这个什么小的这种品牌啊，都是做的这个在公版基础上改。芯片其实也是一样，大家拿谁的公版做 ？ARM 的啊，大家都是买 ARM 的专利，然后拿 ARM 的公版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说给你个公版，给你个模板，你就能把芯片做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大部分人拿着设计软件，你是做不出芯片来的。而且芯片这个东西，就是你做的过程中投入是非常非常大，投入大，周期长，很多东西就是你不做一遍，你压根不知道坑在哪儿，而且你踩过了这些坑以后，你再做，还有新的坑在等你啊，永远都有。你像高通做了这么多年芯片，当年做高通888的时候，不也做成小火炉了吗？啊，也做成那个小火炉子了吗？对吧？这个事儿是没法去保证每一个芯片都能成功的啊。那么这一次玄界呢，基本上使用的是 ARM 标准的设计，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最新版的 ARM 的标准啊，它用的是 ARM V9.2。要注意啊，ARM V9.0是高通最后用的一个版本。然后呢，包括麒麟啊，就是华为麒麟海思，也是买的 ARM V9.0的这个永久使用权啊。现在我们在使用的华为麒麟海思什么9100啊，什么9000S 什么的，都是 ARM V9 架构的啊。后来 ARM 没有出 V10啊，就是 V9.1、V9.2啊，现在最新的应该就是 V9.2。这个里边呢有一个超大核，这个就是小米玄界里头用的这个超大核啊，它这个是10个核心，2个超大核，4个性能大核和2个能效大核。这性能大核跟能效大核实际上长得是一样的，只是呢它们的这个晶振的频率不一样。然后呢还有2个叫超级能效核，就是2个小核是一样的，就是当然他又不好意思说小啊，这个中文是比较博大精深的，它叫超级能效核。然后什么叫性能核？什么叫能效核？什么叫超级能效核？超级能效核就是特别省电啊，能效核就是比较省电，对吧？这个性能大核呢，就是我是比较费电的，但是呢，这个性能很好啊。然后这个超大核呢，就是当你需要应对一些特别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啊，我就把它开起来啊，绝对让你能够满足要求啊。但是这种东西呢，就跟兴奋剂似的啊，你不能一直吃的，一直吃的会烧掉的。啊，所以小米的玄界芯片的 CPU 就是这样的，10个核。然后呢，它的 GPU 呢用的是 ARM 的标准官方 GPU，应该叫 Immortalis 吧，大概是这样，叫不朽者吧，这个意思翻译过来叫 Immortalis G925啊，16核的 GPU， 所以呢直接可以玩光追。只是呢，这个 Immortalis 的这个 GPU 呢，兼容性不是特别好啊！你说我都使用 ARM 官方的这个标准核了，怎么兼容性还没那么好呢？现在手机 GPU 兼容性最好的是高通自己改过的，叫 Adreno 那个核啊，它是兼容性最好的，因为它出货量最大呗，对吧？所以大家都去跟它兼容去，基本上可以达到100%兼容，而这个。ARM 标准核的话，大概30%到40%兼容吧，但是最好的游戏肯定都兼容了，有些小游戏兼容性要差一些。然后它的 NPU 就是真正做人工智能运算这部分，小米自研的啊，6核 NPU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跑模型的能力的。然后小米第4代的 ISP， 这个是直接做到这个玄界 O1 里头去了。啊，原来 ISP 都是由松果去研发的啊，现在松果说我把这个 IP 放进去，你把它直接集成到这个玄界 O1 里头去，所以小米这个影像还是相当不错的。外挂的联发科的基带，电源管理依然买的是澎湃系列的芯片啊，就是刚才咱们讲松果科技现在还活着呢，剩的人不多啊，做这些小芯片还是接着用它的。那么高通为什么强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小米玄界大概长什么样？高通的比如说8阵4啊，这个现在最新的旗舰芯片，高通是自研了一个架构，就是像苹果 M 系列芯片一样，苹果 M 系列是自研架构，高通也是自研架构啊，是完完全全脱离了 ARM 的。然后里面所有的核心啊，它是2个超大核，6个大核。都是高通在原来 ARM 的这个基础上，应该是 ARM V9 的基础上改出来的啊。这个所以 ARM 一直告他们说你不允许改，你必须用我的。现在他们这官司还打着呢。所以高通的芯片里头所有的架构都是自己改的。现在已经不再使用 ARM 的这样 Cortex X 和 A 的这样的这种系列的设计了，完全自己弄。然后它的 GPU 呢是叫Adreno 830啊，也都是
完全自己做的，而且它这个 GPU 已经做了5代了，对吧？这是高通第5代自研图像芯片，这个比 ARM 官方的 GPU 兼容性还好 ，NPU、ISP 基带都是高通自己的，所以在这块上它还是很强的，而且它在这样的芯片里头，因为它出的量大嘛，它还可以分版本，对吧？它分普通版和性能版，咱们都买这个高通8 Gen 4。小米的15 Ultra 和 Pro 就使用的是性能版，小米15以及红米 K8 Pro 这个都属于是高通8 Gen 4的这个普通版，对吧？高通才是真正的刀法精准，就是什么样能叫刀法精准？就是当我的芯片量足够大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刀法精准。如果你的芯片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你就老老实实的去做最好的那一款芯片就好了啊。所以这一次玄界去做的时候说，我不再像当年澎湃 S1似的，我去玩刀法精准了，咱就把所有能堆都给你堆里头，堆料堆齐，然后把这个叫做什么工艺指标直接拉满，对吧？没有人在同一个年代里头比我用的更好，就直接搞这个，你是没有能力去跟高通拼刀法的，因为你压根就没有那么大的产量，对吧？这个事儿就不用去想了。甚至高通8 Gen 4还可以再出一个减配版的，叫8S Gen 4，对吧？那个是什么里头用的？就是红米 Turbo 4 Pro、小米 CV5 Pro， 对吧？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比较便宜的，就是2000多块钱的手机就可以用这个。它比这个高通8 Gen 3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要比高通8 Gen 4要差那么一点点啊，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高通还可以再干一次。那么芯片卖了，有些技术呢还需要单独付专利费才可以打开啊，这就高通玩法。中国厂商呢，因为支付这种专利费，还被印度政府罚过钱，说，哎，你把这个在印度挣到的钱去付专利费了，然后印度认为你这个有这个外汇管控的一些漏洞啊，出来罚款啊，这个是高通比较狠的地方。而玄界就是小米现在要跟他去打是根本打不过的啊，就是你想去跟高通去打这个事儿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投入很大。这次雷军在发布会上也讲了，说这个太难了啊，这个一般是投入大，第二个是什么呢？保质期短啊，你今年投入了，你到明年你得做新的啊，你如果明年不做新的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对吧？这个今年3纳米是先进的，等到明年2纳米出来了，你这3纳米就不行了，而且 ARM 那边没准说，我今天这个 ARM V 9.2出来了，我明年出 ARM V 9.3了，我又做一堆这个新的这个内核 IP 出来，你用还是不用？对吧？所以你设计了半天，10亿美金也好，20亿美金也好，你把设计费扔进去了，就管1年，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难回本的。现在呢，小米这个玄界到底能不能回本？基本上今年就不用想了，是不可能回本的，估计明年都很难回本。小米15S Pro 和小米平板7 Ultra 这2个机器是现在搭载的玄界 O1 的芯片，但是呢，这2个机器加一块大概能卖到100万都很难啊，因为这2个机器都是5000块钱以上的机器，就是平板也是5000块钱以上的，所以呢，它是量非常小的。小米每年5000块钱以上的手机大概能卖掉几百万，但是呢，它下的还有一堆的像高通8 Gen 4的机器呢，你不能不卖去，对吧？小米15 Ultra、小米15 Pro、小米15，你这就都得卖啊，你这是要竞争的呀。至于5000块钱以上的平板，小米大概1年能够卖掉几十万台到头了，所以你想靠这点量把这个小米玄界 O1 的成本背回来是绝不可能背回来的啊。那么 O1 想要回本怎么办？它大概也得卖到1000万颗到2000万颗才能把它回回来啊。这个的话必须要去向高通学，比如说今年我是卖到这种5000块钱以上的机器上了，明年你就要把这个芯片卖到这个就是4000块钱的机器或者3000块钱的机器上，但是呢，你又未必打得过高通。你到明年高通的8 Gen 4降价了，你跟他打，你打不过他，对吧？这有新的问题出来。而且高通呢还刚刚跟小米续签了战略合作伙伴合同啊，多年的，就是没有定期说我到什么时候结束的。所以高通说你以后这个好机器啊，旗舰机你还是要用我的旗舰芯片啊，否则的话可能高通旗舰芯片就不给你了啊，我不让你首发去了。小米受不了这个，就是我一个芯片厂，我废了就废了，对吧？30亿美金我扔还是扔得起的。但是如果手机卖废了的话，这个是不行的啊。小米1年是能够卖掉1.7亿只手机的，
所以这个孰轻孰重，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小米呢，去年大概是卖了1.7亿只手机，921万只平板，这是去年的销量。5000块钱以上的占整个销量的6%，然后3000到5000的占15%，2000到3000的占30%，2000以下的占49%到50%，它是这样的一个区间，对吧？所以大部分的还都是在2000以下的。玄界的平板跟手机呢，反正在这里呢，并不建议大家去买啊。为什么？因为它比高通的成本高，性能比高通的差，兼容性也差，而且第一批的话，稳定性一般不是特别好啊。就是你第一批肯定还有很多的坑，虽然它做了很多测试，但是一定还有很多的坑等着大家去踩啊。那么可能这种芯片要做个那么1、2期以后啊，才有可能够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那你说玄界芯片到底是开始还是结束呢？现在肯定是开始啊，因为第一批嘛，第一颗嘛，玄界 O1，那么有可能这就到头了啊，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对吧？如果小米想接着往前走怎么办啊？那么玄界系列就明年还得再花个10亿、20亿的去研究玄界 O2，甚至后年还要出玄界 O3，然后呢再把现在的玄界 O1降级了，去跟高通的这种就是也是过时的旗舰芯片去打，对吧？然后看看能不能在这种非旗舰手机上接着用啊，这样的话让这个玄界 O1的芯片能够用个2、3年啊，甚至有可能说今年翻车了，O1卖的不是很好，或者 O1的手机有些问题，对吧？到明年我们再把 O2接着做，今年赔钱赔了，这10亿美金我不要了啊，明年我再接着干，这个事儿有可能能够让它一直做下去，但是非常非常难。而且玄界要想继续做下去，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点是什么？就是你的车得卖得好。如果你的车卖不好的话，玄界 O1也未必能做得下去。虽然现在小米的预期上，这个车上是没有玄界芯片的啊，这个车上边，智能驾驶的用的是索尔芯片啊，是英伟达的。智能座舱用的是高通芯片啊，还是这个相对靠谱的芯片，没敢把他们家的这个玄界 O1塞到车上去啊。但是它现在啊发布玄界 O1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一直的去关注小米，去讨论小米汽车，讨论小米所有这些东西，像当年华为似的啊，我突破了美国封锁，我做出来什么样的芯片，然后我要去卖汽车，想去把这个东西搞明白。啊，所以呢，这就是玄界 O1要走下去必须要等的啊，必须要经过的东西。那么玄界 O1如果想不结束的话，只能到明年后年看看有没有玄界 O2，有没有玄界 O3。如果到明年玄界 O2没出来，对吧？使用玄界芯片的手机越来越少了，那这个事儿呢就是绝唱了啊，他们又开始裁员了啊。如果到明年有玄界 O2了，然后今年把玄界 O1的这个芯片啊，到明年再把玄界 O1的芯片下放到，比如说3000块钱、4000块钱的这个手机上去啊，那么这个小米的这个玄界系列就有可能能够坚持的再往前走一走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到底是开始还是结束呢？我们还是有得看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这是小米玄界 O1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啊，让我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不需要看不需要看什么评测，我就盯着高通的股价这2天跌挺猛啊，说明小米芯片确实有点东西。这个要看了。跑步回来啊，大家周末好，你也周末好。老范和Indigo怎么认识的？这个也算网友呗。伟大领袖刚才说要对欧盟加50%的关税，来吧。美国人绝对要培养新的对手，这个很明显，因为华为主要现金产品线就是手机，培养一个华为自己对手。美国商务部有人提出方法，这个美国反正那次也是挺绝的一个事儿，谁也没想到啊，突然就说我们就上市了，这手机没宣传、没开发布会，啥都没干。然后当时是
Mate 60吧，咔就上市了，然后说我们突破了美国封锁，然后也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米研发团队是做火箭了吗？没有啊，人家也是厚积薄发啊，每一次别人裁员的时候他就减点。虽然芯片出来了，但是系统还是祖传的 bug， 现在不敢用小米手机了。哎，小米手机的系统将就能使吧。预期的价格啊，待会儿咱们讲。晚上好啊，点赞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预期绝对绝对会超过30万，就是最顶配的应该会啊。现在基本都是台积电代工，芯片涨价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现在好像是3纳米晶圆就在涨价，涨得很厉害。高通售后工程师回答一个问题，$2000。但是这个我觉得对于小米来说还好啊，那真的是战略合作伙伴啊。因为你想现在卖手机卖的最多的啊，全世界第1名是三星，三星里头有部分呢，大概有1半左右吧是自己家的芯片，剩下的可能1半左右是高通芯片。那么另外一个前3名里的第2名是苹果，那完全是自己芯片，跟高通没关系。那么第3名就是小米啊，高通的战略合作伙伴，甚至有可能是高通最大的合作伙伴。所以你伺候不好谁，你也得伺候好小米啊，这个事儿不用太担心。太损了啊！这个老范还是损，但是小米大概是万物小米互联各种改进家具、汽车产品等芯片啊，任何需要芯片的都用啊，这个应该不会。小米其实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公司啊，它只要有便宜的，绝不用自己的。如果发现谁家的又便宜又好使，他就把自己的扔了啊，这个向来如此。大力转向。边沿 AI 计算就用小米芯片啊，边沿 AI 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啊，不要把这个被这个词儿骗了啊。其实三星最有趣的是国内的旗舰机型，拿着高通顶级芯片，这个卖着比小米和华为低得多的价格，三星不知道在国内怎么活的，一台售价对比欧美起码差300到500啊，是吗？就是三星在国内卖的比欧美便宜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研究过这个事儿。来了点赞。3纳米用个5年不成问题？没有啊，现在2纳米已经准备出了，今年就准备出2纳米了，所以小米明年肯定上2纳米。雷军是一个堆数值的人，你只要有2纳米的，他一定会出。华为一颗麒麟710从18年卖到现在，对，它还有库存嘛？不看好自研啊，华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事儿呢，不是看不看好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个事儿呢，它从成本上来说确实很费劲。小米现在肯定不缺钱，3年前账是1000亿，造了3年车1400亿，前段时间股价高的时候还又融了一笔，对，它钱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它整个的流通也很大。雷军连自己研发了个叫啥名字都不知道。这个，哎，这个现在肯定他比较关注的还是他们家的车啊，试驾了 Model Y 啊，这个 Model Y 是挺好的，我也试驾过。希望小米芯片能够继续做下去，这样我就能够买到便宜的高通旗舰芯片了。还是需要有竞争吧。现在高通主要是跟联发科在竞争啊，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手机里头，苹果的不算啊，苹果跟他们没关系，剩下的呢基本上就是2家的啊，就是高通跟联发科。啊，华为跟它也没关系啊，都是自己的。联发科呢，你比如说像小米最便宜的一些手机是联发科的，然后像 OPPO、vivo 的一些比较低端的机器是联发科的，啊，高端的机器呢都是这个高通的。曾经啊，好像是 OPPO 还是 vivo 尝试过在高端机上用联发科的，叫天玑9400吧，还是9200那个芯片，想去用那个，结果发现卖不好啊。你现在想卖高端机，你必须是高通。而且必须是当年旗舰，如果你没有这东西，压根都卖不掉。就跟你比如说现在你出去买电脑，你说我要买最好的电脑，一定是英特尔最顶尖的 CPU 加上5090，对吧？没什么别的。所以高通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小米如果这个东西能站住脚啊，我估计至少要亏3年吧，或者亏的要2代到3代芯片。
才有可能能站住脚啊。看小米愿不愿意继续往下做了。小米当年做手机是不是收的摩托的人？还真不是啊。小米呢，它是收的各个地方的人啊，哪儿都有，有摩托的人啊，也有这个联想的人，还有这个叫波斯通讯的人啊，都有。因为小米最早开始做手机的时候，还是挺猛的。雷军是找人列了一表啊，说这个在中国做安卓开发一共有哪些人，然后呢，这些人我们排序啊，谁排第一，谁排第二，挨个上敲门啊，一个一个谈。每一个谈10个小时到20个小时，有的就同意了就离职跟他干啊，有些就没同意，对吧？如果比如我谈了20个小时还没谈下来，那就换一个啊，他是这么来的。所以雷军有时候他挺朴实的干这个方式，你说这方法很笨吧，也很笨。做芯片量跑不起来的话，死的不要太快。玄界如果只给自家用，绝对是亏大钱的生意。如果只给他的旗舰机用啊，那必然是死。以前用小米是因为米 UI，现在不用小米也是因为米 UI。对，米 UI 确实还是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我支持自研芯片啊，有竞争就有进步。我觉得 OPPO 关闭芯片业务太可惜了，因为 OPPO 系统现在是第一梯队。但是 OPPO 怎么说呢 ？OPPO 卖手机的量还是不够大，对吧？你如果卖到足够大的量的话，它可以把这个整个顶起来。而且 OPPO 你这个芯片，你还要去跟联发科去竞争，你根本竞争不过人家，对吧？这些芯片厂人家也说，哎，你自研芯片了，对吧？我是不是可以给你贵一些啊？或者说首发的不给你了，他会跟你谈这种事情。小米上一次放弃芯片研发的时候也是这样，高通威胁他。说你这个自研的话，或者你想用联发科的，我新的芯片我不让你首发啊，我让别人首发去啊。那小米就不乐意了，说我就是玩性价比的啊，我就要首发，对吧？那高通说我可以给你首发，也可以给你便宜，但是呢，你必须把你的芯片厂关了，对吧？高通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谈的。2纳米就用 GAA 了啊，中国禁止美国禁止中国使用 EDA。EDA 是这样的，就是小米这一次好像是用的谁家的 EDA，反正也是躲开了美国的专利。小米想走苹果的路嘛，苹果的芯片都好多年了才覆盖自家的主力产品，而且苹果是封闭系统，也是行业和利润最高的。这个苹果那条路是谁也走不通的啊！这个华为想走那条路，但是真不那么容易。对吧？小米这个，我觉得还是好好的把他的车卖掉就行了啊。这个手机这件事儿没有那么重要。华为走那条路，想走苹果的道路的话，肯定也是需要靠爱国主义的啊。没有爱国主义支撑的话，华为这条路也走不通。好，我们开始第2个故事。小米5月22日发布会观感。首先，雷军更谨慎、更拘谨了啊，没有以前的发布会那么放得开了，这个是第一个观感。然后发布的产品呢，首先是手机啊，这个是小米15S Pro 啊。先说结论啊，不建议大家购买。这个手机呢是专门为玄界 O1 设计的，没有玄界 O1 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手机。因为你想，它小米15、小米15 Pro、小米15 Ultra 都出来了，现在出了一个小米 S Pro 啊，小米15S Pro。那这个机器本身的定位就比较尴尬，还挺贵，5000多块钱往上。整个的发布会，雷军从头到尾就喊一句话，叫有国补，对吧？这个手机超过6000就没有国补了啊，那个什么东西超过多少钱就没有国补了。我定价一定让它有国补，对吧？那么这个手机有国补，那这种为了适应芯片做的手机的话，它就会不是那么均衡吧。但是你说我玄界 O1 芯片做出来了，如果没有一款手机来绑定一下的话，大家不知道芯片是什么档次的，对吧？如果你说，哎，我把这个玄界 O1 塞在一个3000块钱的手机里头，啊，你们以为我做了一个这个次旗舰的芯片呢，对吧？我一定要做一个小米15S Pro，这是旗舰机的命名标准啊。那么
把玄界放在里头啊，你看我做的是旗舰级芯片，它干的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手机呢，摄影效果还是拉满的啊，不停的再去跟苹果16去比较啊，这个因为小米的 ISP 已经做的4、5代了嘛，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再加上徕卡的一些调教啊，里头还是有徕卡标的啊，所以它整个的摄影包括夜间摄影效果都很好。然后呢，在这里头呢加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啊，叫 UWB， 叫超宽带技术啊，这个东西呢可以干什么呢？做精准定位。你比如说我们拿手机去这个蓝牙传输啊，你是不知道你传输的这个蓝牙设备在哪儿啊，你做 WiFi 你也不知道这个 WiFi 设备在什么地方，但是 UWB 的这种技术呢，你是知道这个你去配对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而且非常精准啊，它可以到可能几厘米的这个范围内啊，极其精准。第二个就是它的传输带宽很高啊，它要比蓝牙比那个应该没有 WiFi 高，但是它比蓝牙的这个传输带宽要高非常多啊。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传输是加密的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像小米呢，就是小米15S Pro 是小米大概第2款带这个技术的手机。原来小米高通888的时候，那个小米 Mix 4 4里头是带这个UWB 的，后来发现这东西挺贵啊，然后这个因为你需要专门配 UWB 的天线，还需要买它的这个专利，你才可以去让这个UWB 跑起来，对吧？而且也没什么使用场景，所以后边的手机都没有了啊。虽然高通的芯片里头，就是高通从888往后的所有芯片都支持 UWB， 但是小米后边的手机都不支持。然后再往后到小米15S Pro 啊，搭配玄界 O1 以后啊，又再次支持 UWB 了。那么为什么要去支持这么个东西呢？因为小米预期这个汽车上是使用 UWB 解锁和操控的，对吧？你必须要用 UWB 技术才能够解锁这辆车啊，它不是用蓝牙解锁，而是用 UWB 去解锁。小米呢是这个，当然你不是说我非要说买这个车的话，一定要去买一个小米小米15S Pro 啊，不是这样的。这个还有什么手机支持这东西呢？iPhone 从11以后的系列全都支持 UWB 啊，所以呢，你使用 iPhone 去开小米的车就没有任何问题了。iPhone 拿这个 UWB 干嘛使呢？就是做 AirTag 啊，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个小扣子，对吧？你想它如果是个蓝牙的话，你用这个蓝牙设备你是没法去精准定位这个小扣子在什么地方，但是你用 UWB 以后，你可以很精准的定位你这个小扣子在什么地方，对吧？它就干这个使。而且小米在整个发布这个15S Pro 的过程中，只敢跟苹果比较，它是不敢跟高通比较的啊。为什么？因为它自己的旗舰机用的也是高通啊，高通8 Gen 4啊，它不能把自己家的旗舰机的招牌给砸了啊。你不能说比较了半天，你看我这是小米15 Ultra 啊，这个也是6、7千块钱的机器，然后我这个是小米15S Pro， 那你说谁好谁不好？这不就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吗？自相矛盾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它是不敢跟高通比较的。那么各项指标、性能、兼容性、稳定性，小米15S Pro 跟使用高通8 Gen 4的小米其他旗舰来说，应该还是都稍微有一点点差距的啊。那么它是先发布的这个手机，然后呢发布的是平板。平板呢其实还行啊，因为这个屏幕很好 ，OLED 的屏啊，14英寸的大平板啊，这个还是很棒的。如果它使用高通8 Gen 4，你哪怕使用高通8 Gen 3啊，都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平板里头塞的也是玄界 O1 啊，这个这个平板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现在呢，大家出这种超大平板就干一件事啊，就是替代超薄本啊，替代笔记本来用，就跟前2天我去华为的店里头去看那个华为鸿蒙笔记本电脑是一样的啊，它实际上就是个平板，配了个键盘，对吧？然后里头呢类似于一套安卓的操作系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这样的一套系统吧。就是当我们拿了一个14寸的笔记本，然后再配上个键盘的时候，你不就是相当于拿了个笔记本出去干活去了吗？啊，那么小米呢，做这种14寸笔记本做这种14寸的平板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目标。就别人是没有这种需求，他有，干嘛呢？就是配汽车使
啊，小米苏7的后排电视就是小米平板6 Max 啊，14寸的。你很多人去买这个小米苏7汽车的时候，你说我后排想要个电视，你就去买一个小米平板6 Max， 然后啪把它贴到后边就完事了，对吧？它不但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当平板用啊，然后还可以去控制小米的车机，对吧？它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小米平板7呢，是从今年开始出吧，就是一直就没有14寸的啊，做的最大的也就是11寸啊，12寸到头了，14寸这个版本一直没出来。那现在呢，小米玉7出来了，你总要有一个能够配得上的这个小米14寸的新平板出来啊，所以这一次的小米平板7 Ultra 啊，就是14寸带这个玄界 O1 的这个平板，就干这个使了啊，配这个小米玉7后排的座椅用的。再往后啊，发布了一个手表啊，这个手表呢，唯一可以说的就是它使用的叫玄界 T1 的芯片啊，不是 O1，是 T1啊，要比这个 O1 要小很多。玄界的这个标呢是 X Ring 啊，就是玄是 X 嘛，玄之又玄啊，然后界呢是戒指啊 ，Ring 一个圈儿，然后它上面是有玄界的标的，然后玄界 T1 的芯片呢要更省电一些。内置呢是4G 的 eSIM 基带啊，那意思就是小米说我是有能力自己做基带的，啊，不是做不了啊，这个以后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基带放进去的，只是呢现在它证明了它能做4G 基带，5G、5GA 这些基带能不能使还不知道。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使用的高通8 Gen 4，你是可以去连卫星的啊，可以连 SpaceX 的，但是小米在这块还需要再去追赶。讲完手表之后呢，开始讲家电啊，家电还是比较逗的。现在呢，小米家电全面达到了全国第4的水平啊，电视第3，其他都是第4。这个意思就是我卖的老多了啊，这个我们已经起来了。然后雷军讲了一个4个字啊，叫空冰洗电啊，空冰洗电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空调、冰箱、洗衣机和电视啊，叫4大家电。现在呢，先说空调，空调小米第4。老大是格力啊，在全国的销售占比是 29.4%， 销售额啊不是按台数，因为格力卖很多比较贵的空调，小米卖的很多空调是比较便宜的。然后第2名呢是美的啊 28.1%， 第3名是海尔 13.4%， 小米是 6.6%， 第4名。那你说这第4名跟前面那差老鼻子了，对吧？人家那29呢，你这才是 6.6%， 但是小米的年增长率是 102.7%， 对吧？为什么吓人呢？它涨得快啊！再往后，冰箱啊，冰箱呢，海尔是 35%， 海尔冰箱在国内还是一枝独秀啊。美的 18%， 荣升 10%， 小米 8%， 它是第4名啊。然后在冰箱这一块，小米的年增长率是 144.9%， 啊，很吓人吧？再往前涨涨，它就是第3了，因为上面一个荣升是 8%， 它是荣升是 10%， 它是 8%， 对吧？你要再按这个势头再涨1年的话，估计就会把美的干掉。再往前是洗衣机啊，这个洗衣机呢是海尔 46.5% 啊，洗衣机海尔的还是很猛。美的 18%， 小天鹅 16.7% 啊 16.4%， 然后小米 7%， 也是第4名。但是小米洗衣机的年增长率是 184.4%， 对吧？基本上是可以快翻2番了啊，这么往上翻啊。那么如果继续翻下去的话，明年把这个美的跟小天鹅干掉，应该没什么毛病啊，应该可以跟在海尔后边了。电视啊，电视算是小米第3名啊，已经很强了。电视第1名是 TCL 22.6%， 第2名是海信 20.8%， 第3名是小米 20.4%。电视基本上属于一个僵持状态，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米的年增长还有 7%， 对吧？所以明年干掉海信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紧追 TCL 去了。讲到这儿呢，小米最后还发了一个它那个 CV， 叫小米 CV5 啊，女性手机，2000多块钱的一个手机。就照相特别好啊，还比较便宜。当然里面呢就没有再去使用它的玄界了，里面使用的是高通8S Gen 4啊，也就是比8 Gen 3稍微高一点，比8 Gen 4稍微低一点的一个芯片
啊，这个就是高通的一些策略，对吧？像小米自己说，我都不舍得用啊，我还是准备第一年啊，这个稍微矜持一点点。讲完这些东西以后呢，休息了2分钟啊，真的是2分钟，因为我是全场在看直播嘛。雷军说我要休息一下啊，咵下台，然后过2分钟又冲上来了，好多人想去上厕所，刚走到门口，然后他又回来了，啊，这个2分钟以后就是小米预期。小米预期发布呢，这一次是技术发布啊，首先上来先吹个牛啊，先说了小米苏7的成绩，小米苏74月份交付了2.85万辆，算是20万以上车型的销售冠军，不分电车还是油车，在中国卖掉的所有20万块钱以上的车，4月份卖的最多的车就是小米苏7，总冠军啊。然后对于车祸的事情，一个字儿没提，安全改进一个字儿没提啊，这就是他讲苏7，讲预期，然后堆料堆的非常非常足啊，说我这个前面的防撞梁又怎么样了，里头这个防滚架又怎么样了，然后里头加了什么东西啊，说我很使劲的堆料了，然后呢门把手换了，原来是这种半隐藏式门把手，现在呢叫内翻式门把手，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门把手原来是贴在这儿的，然后往里一抠啊，就可以把它抠开。至于里头是不是带机械门把手，不知道啊，因为现在新的工信部的要求是大家必须要带机械门把手。这个车祸之后呢，肯定是做了一些调整啊，但是呢，到底怎么调他没说。现在呢，基础款升级了，原来讲的是基础款不可能带索尔芯片啊，也不可能有激光雷达，因为小米苏7就是这样，基础款是没有索尔芯片的。啊，也没有激光雷达啊，都是纯视觉的。这次出车祸的这个就是一个基础款，所以现在呢，基础款上也是索尔芯片，也是激光雷达。小米预期里的就没有纯视觉的版本了啊，都是带激光雷达的。然后座舱里边用的是高通芯片，4驱版本呢，就是它也是3个版本啊，就是基础版、Pro 版和 Max 版。它的4驱版本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定的性能跟通过性，毕竟多了一电机嘛，你性能提升了。然后通过性的话，就是它的加了空气悬挂，然后几级的这种悬挂可以是调节硬度的。零重力座椅啊，就是它这个前排座椅是可以放躺下的，后排不行啊，因为这个小米为了后边这个溜背设计，后边的这个后备箱的空间是比较小的，而且呢，现在这个车为了做的好看，对吧，都把前边的这个舱做的很大。虽然它前头没有发动机，但是呢，它依然把前面这个舱做得很大，再加上后边做的比较舒适的2排座椅，所以它是不可能有这个7座版，也不可能有什么6座版啊，而且后备箱很小，所以它零重力座椅是只有前边有。然后呢，这个4驱版啊，就是 Pro 版还有比较好的音响吧。电池呢，大家都一样啊，就是它跟这个前面的这个标准版是一样的电池，都是这个96度电啊，800伏快充。这个所有的安全系统啊，应该跟前面2驱版都是一样的。Max 版呢，就是更大的电机啊，3元锂电池，然后用了100几度电啊，大概就是基本上就是性能怪兽的一个状态了啊，就是 Max 版，一共就3个版本。然后呢，上来讲了一堆设计跟颜色上的事情，因为你现在再去跟人讲我的工厂怎么样，我的压铸机怎么样，这个原来苏7讲过了，到预期的时候你再讲没意思了啊，所以上来讲颜色啊，首先高饱和度的这个宝石绿啊，或者叫类似于祖母绿那感觉啊，那个颜色呢，反正确实看着很漂亮啊，反正讲了很多道理，说啊为什么高饱和度很难做啊，然后如何啊，这个反正讲了一堆这个，然后呢讲了一个叫这个钛金属灰啊，据说是在这个刷漆的时候在漆里头加了这个铝粉啊，刷出来还是比较漂亮的。然后呢还发布了一个叫火山岩橙啊橙色的一个车，说其他还有一些颜色。下次发布会再说啊，大概是讲到这样几个颜色。然后呢，说我们这个车啊，比例啊、架构啊什么这东西做的都非常非常好啊。这个怎么说呢？基本上照着法拉利致敬去的啊。法拉利呢也专门发了图片去祝贺啊，陈震也专门发了法拉利的车去祝贺。陈震呢还在那儿阴阳怪气。5月22号呢是法拉利2世啊，这个就是法拉利老爷子的儿子，叫法拉利2世的
是诞辰还是忌日我忘了，反正是他们的一个纪念日。说你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一天发？谁知道法拉利家谁都是哪天生的哪天死的？反正不是今儿听这个故事，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对吧？但这两个车呢，确实非常像啊，就是你从侧脸看，你说俩车像不像啊？绝对像。但是呢，你想一个20多万的车跟一个500万的车，那咱除了致敬还能干嘛呢？对吧？法拉利那车500万，498万在国内卖，这个跟这个叫什么小米预期来说，应该完全没有任何的市场交错的地方啊。你凡是要买498万的车的人，都不会来去碰这个20万的车。它跟原来这个保时米还不一样，原来说这个小米苏7像保时捷，那是一个100万的车啊，跟一个20万的车啊，你中间没准还有一些人去玩个票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保时捷的车主，然后在那个车上贴小米的标啊，大家还可以玩个票。但是你500万的车，大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重的吧，啊，不会跟你去玩这个票。但是呢，另外一点呢，也有特别有意思，就是小米呢真正在开始形成自己的设计语言啊，这个很不容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米苏7跟小米玉7这俩车，如果你摆在一起，对吧？你说这是不是一家车企出来的车？你一看就说，哎，这是一个设计语言，是一个设计体系，对吧？这是一家的车，这个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小米苏7，你跟保时捷放一块，你说这是不是一家的车啊？是。小米玉7，你跟法拉利放一块，你说这是不是一家的车？也是。但是保时捷跟法拉利搁一块，你说这是不是一家的车？这不是。但是你把小米苏7跟小米玉7放一块，说，哎，这个两个车，像不像亲兄弟啊？像不像一家的车？它很像啊，这个还是整个的设计体系在逐渐的形成啊，这个是小米这么多年的设计里头，逐渐的开始找到点感觉了。小米原来有一梗啊，什么梗呢？叫小米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为啥？因为四处抄嘛，我今儿抄你一个，明儿抄他一个，对吧？抄来抄去，你哪还有风格？包括到现在为止，小米的手机都是没有风格的，对吧？人家都玩曲面屏的时候，他也曲面屏，发现苹果没跟这一趟，那我再改直面吧，对吧？都变成这样了，对吧？苹果上这个叫做钛合金金属，那我也上钛合金金属啊，或者什么，所以它没风格。小米到现在手机、手表都没有风格啊，四处抄的。后来呢，开始做家用电器了。逐渐有一点点设计语言了，有一点风格了。小米家用电器或者叫米家产品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呢？无印良品风啊，就是你去到无印良品里长得差不多的东西，你拿到小米那儿搁那儿，哎，说这是不是一家的东西？是啊，这个就是尽可能极简设计吧，或者原来我们管这玩意儿叫性冷淡风啊。车啊，现在第二辆车出来，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设计体系。能够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小米家的车啊，这点呢还是做到了。后面呢讲了一点车的内饰啊，就首先它是有天际线，实际上呢就是里边有一个贯通的 HUD 显示啊，这种呢等什么时候我能去试驾的时候给大家拍吧，啊，大概是反正还是挺漂亮的吧，至少从视频上看还是很漂亮的。然后零重力座椅啊，所谓零重力座椅呢，就是前排座椅是可以完全躺下的。啊，这个就是你可以在车里头睡觉，可以午休啊，这个没毛病。现在呢，雷军也在那抱怨说，这造车怎么都卷这样？你没有个零重力座椅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在卖车，而且你现在20多万的车，你得给人配零重力座椅，对吧？它是这么一个东西给他啊，这个甚至还有座椅按摩啊，多少个点的按摩啊，这个就纯内卷。至于说你说我们开车到底有多需要这个零重力座椅，我也没太想明白，但反正有吧。然后 EOWB 的电子车钥匙啊，这个主要是配合小米15S Pro 的啊，当然 iPhone 也可以啊，只要有iPhone 11以后的手机都可以用这个 EOWB。主要呢就是对标 Model Y 啊，小米苏7是战胜过 Model 3的啊，4月份小米苏7卖了2.8万辆，而特斯拉 Model 3只卖了8000辆。然后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战胜了啊，只有一个地方例外，就是北京。北京的小米苏7是没有卖过 Model 3的啊，北京小米苏7大概就卖了1000多辆，然后 Model 3也是1000多辆，比它大概多个几辆。然后这一次呢是要靠玄界，靠这个芯片的热度，把这个预期整个推起来。
如果没有3月29号的车祸的话，这个车应该是可以在早1个月就发布啊，做这个技术发布，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开始订车了，而且呢，有可能它的这个基础款，要去掉激光雷达，要去掉它的这个索尔芯片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但是现在呢，反正说我们拿出来的就都已经是改过了，但是呢，并没有提车祸的事情。Model Y 去年在中国卖了多少车呢？卖了48万辆。Model Y 是全世界的单一销量冠军啊，单一车型销量冠军。但是 Model Y 4月份比较拉胯啊，它4月份只卖了19984辆，所以2.8万辆的小米苏7是冠军嘛。Model Y 前4个月在中国一共卖了10万辆车。但是这个特斯拉呢，动不动就会降价，就会免息，就会搞各种灵活活动啊。小米在这块呢还是要差一些，因为小米这种预售制度，失去了很多的这种价格灵活性。现在呢，价格没出，价格呢应该是对标 Model Y 去的，差的不会特别远啊。虽然现在他去讲了说，你看我这个普通版比 Model Y 的普通版多了哪些东西，多了4、5万块钱的东西。但是它绝不可能比 Model Y 贵4、5万块钱啊！它按道理说应该是比 Model Y 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就是各个档次都应该是卡着 Model Y 的这个边儿去。Model Y 比如说卖25，它就敢卖24啊。Model Y 要是敢，比如说最高的性能版啊是卖比如说30，那它就敢卖29，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数。然后现在不接受小定啊，这个不接受小定呢，我就比较倒霉了，因为我前面5000块钱的苏7定金。那就不见了啊！这个今天我已经跟我的小米苏7交付代表说了，说我的这个苏7就退钱吧，对吧？我现在准备一心一意的去抢预期了，对吧？然后这个我身边的这个小米店的销售啊，已经拉了这个小米预期的交付，这个叫试驾群，那个群里已经有200-300人了，对吧？现在就是我们准备等着小米预期到店，第一时间冲过去试驾，然后呢，开放预购的时候，开放抢车的时候吧。第一时间我冲上去抢车啊，后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这一次的5月22号发布会总结一下：第一，雷军更加谨慎了啊，说话也不是那么有底气了；第二个，整个的发布会是精心设计的一个结果。你想，光这个5月21号，雷军在那彩排了一整天，而且是早有计划，特别是小米这个玄界芯片啊，小米15S Pro 以及小米预期，这是一整套的一个计划，以芯片的热度带车啊，就是要去学华为的这个套路。虽然出了车祸，但是发布会上只是调整了时间，调整了车的一些配置，并没有调整任何的口径，说我们因为有事故，我们做什么东西啊，一句话没提。然后预期的基础款应该是做了调整啊，但是呢，在这里也没有说我们是不是做调整了啊？为什么说它做调整呢？因为预期基础款其实挺早就在工信部备案了，后来他把那备案改了，这是有记录的啊，很多人看到了。然后各种成熟的技术进行拼凑啊，小米一直是干这样的事情，你让他研发个新技术，他没这本事啊。但是你说我把所有好技术、成熟的技术，我给大家堆一块啊，让大家能够跑起来啊，这个它是可以的。算是工匠跟性价比产品的一个思路吧，还是希望小米的各项产品越卖越好。虽然我可能除了车之外，其他的应该就不会买了。这就是这一次的总结啊。再往后的话，应该是5月底之前，小米预期的展车就会到这个各个门店去，然后呢，我就会去举着相机给大家拍摄，拍完了以后的话。如果有这个试驾，我会第一时间冲去试驾啊，后边咱就一心一意提预期就完了。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好，我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山姆奥特曼准备出个吊坠卖，讲讲。这个不着急啊，吊坠我觉得咱们再等一等。接功能是的 EDA 是拜登的禁令啊，这个我觉得咱们再慢慢等吧。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还且折腾呢。小米苏7事件对小米的形象多少有点影响，肯定有影响。
老范你好，从国企干了1年出来了，同时拿了拼多多跟淘宝的 offer，选哪个？这个你问我这种没有 offer 的人何必呢？对吧？你这不是上我这儿凡尔赛了吗？这个小米什么时候做火箭？啊，这个小米可能有投资的火箭公司啊。小米其实真正比较强的地方不是这些东西，小米真正比较强的地方是它整个的这个金融跟投资的产业链。啊，小米还投了一个卫星的公司，那是我以前的一个老板做的，叫徐明，银河航天，对吧？前面咱们这个习大大接见这个民营企业家代表的时候，雷军后边做了一个很瘦的年轻人，就是徐明，啊，他们都去参加这个接见去了。玄界改成结扎环得了，这个太过分了啊！点个赞，1.75倍追啊！好，我估计你未必追得上。实际上名字起的不好，故弄玄虚。这个名字这件事就没法讲了。雷军反正起名字还是很认真的。安卓平板还是算了 ，APP 的适配太差。这个安卓的适配要差的话，那鸿蒙的适配你找谁说理去，对吧？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这个苏七不可以换预期啊，必须要退单。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愿赌服输呗，对吧？我去年双11交了5000块钱，那么今年这5000块钱没了。反正也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苏七预期的故事，这个等回头我要到小米的汽车里边去拍，然后呢把这些视频发上来赚广告费，把这5000块钱赚回来。小米手机的照相效果是米欧微荣华里边仅强于荣耀那个大王的影像的啊，白瞎了那么强的硬件了。哎呀，这个小米真的是堆料，永远你可以相信它，别的就无所谓了。你好，老范，想加入会员，但是没有加入的按钮，这个你需要换一只梯子啊，没什么别的。这个 SUV 后备箱小是一件挺尴尬的事情，现在都这样。你像我前面一开始想去买那个长城坦克700，对吧？然后我也去看那个车了，那个后备箱也很小，坦克700那车多了的个了，对吧？为什么？就是它前面太长了，为了车好看，就是都把车头做特长，然后里边那个前后排要有足够大的空间，就没有地儿放后备箱了。车不提了啊，就等着预期了。预期前脸法拉利，侧脸马自达，这个但是它整个风格基本上算是确定下来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苹果这个公司未来几年的机会点在哪儿啊？最近毫无生机，这个没法说啊，让他接着往前走呗，没准等这个厨子下去了以后，对吧？提姆库克下去了以后，能够来一个稍微有点进取心的人呢，对吧？提姆库克真的是一点进取心都没有。今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见到一辆苏七，各种变道，横冲直撞啊，这个很正常，因为它那个车加速快啊，这个电车加速都很快。苹果最近测试的摄像 AI 识别模型很小，但识别很快，我估计会在这块持续发力。哎呀，我觉得苹果呢，它测试了很多东西啊，这个最后真正做出来的东西很少。小米主打高端品类的低价替代，有自己风格的风险挺高的事情。电车是它刚好行业里面还没有高端电车品牌，它才有一点点机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实不能这么讲，就是国内的电车设计，就是咱们这个叫国产新势力吧，都是欧洲设计师啊。这个小米还算好的，有中国团队，像那个很多的是什么这个有保时捷的设计，有宝马的设计，有这个奥迪的设计，就好多这个设计师团队现在都在国内了，对吧？这个不同的这个大的车厂都是请欧洲人设计的。老范觉得，如果小米以后大规模只用自己的芯片，会不会被美国找理由制裁？这个你不要向伊朗卖东西，不要向美国制裁的地方卖东西，美国也懒得去制裁你，对吧？你像华为被制裁，不是因为华为东西卖得好，
而是因为华为在往美国禁令的地方卖东西啊，你给人家把柄了，对吧？小米也曾经被人家美国要求制裁过，那小米说我就没问题啊，他说你来查呀，我所有东西都是对的，我不怕查。华为当时也说我不怕查呀，我这个是没问题的呀，结果被那个是汇丰银行吧，直接给点炮了，说你看交易是这么做的，账是这么走的，然后就给搁那儿了。T 恤领口那个小好穿脱嘛，领口那么小，这个还好啊，有弹性的。这不像经济不好啊，抢车像抢 iPhone 一样，这个总还是有些人想花钱的吧？谷歌 I/O 明天上午啊，明天中午11点，明天中午11点就是加拿大那边的时间或者叫美国时间吧，他们是周五晚上8点啊，那个时候我们去聊小米预期聊谷歌 I/O。老龄化发展，马桶的升级应该是刚需吧，在马桶上多集几个芯片，这个你能干嘛呢？能让你拉得更爽吗？老范觉得是私企好还是国企好？这个不知道啊，这个私企也有不好的，国企也有好的。鸿蒙电脑多大测评啊？鸿蒙电脑各大测评都在测，可以手动切换程序视窗，笑死我了。鸿蒙电脑里边是没有微信的啊，没有 QQ 啊，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件事情？谷歌 I/O 大会是不是结束了啊？应该是基本结束了。Agent 创业公司行业，这个你是在 Agent 创业公司行业吗？啊，挺好。干脆还是加入特斯拉家族吧，这个加入不了啊，小区不让进啊。请问老范，你觉得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对比哪个经济模式好？这个不能乱讲，对吧？这个不同的地方不一样。更多人说预期像卡宴啊，跟卡宴还是不太一样。卡宴的整个车的风格不是这个风格，卡宴要更圆一点啊，就是它没有这种比如该凸的凸，该凹的凹的地方，卡宴整个是鼓出来的。该问去拼多多还是淘宝是替弟弟问的啊，帮忙找个建议啊，这个没法建议啊，这个自己去决定。特斯拉进不了大院是的。米家产品的质量怎么样？看运气啊，你要赶上不好的呢，这个就很惨。像我呢，因为买了好多米家产品啊，到目前为止还都可以啊，没有坏的。华为是被美国政府控告，帮伊朗集资和卖车装备过去，是这样的。二本学什么专业好找工作赚钱？你别二本了，现在连一本连211、985都找不着工作，你二本还费这劲干嘛？还是问问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吧。进不去大院可以外边找个停车场啊，咱们还没有那么忠心啊，这个还是要尽量方便第一。对小米股价怎么看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啊。平心而论，华为鸿蒙是否能成功，主要在于多少开发者和多少开发者参与开发和适配，比现在的 Windows、macOS、Linux 三巨头的是甭想了啊，主要是国内生态能不能起得来啊？有机会啊，还是有机会。现在鸿蒙不是刚中了一单吗？是这个中共中央电脑采购，对吧？这个有一个这个哪个标还是第几标，然后这个是电脑采购的部分就买了鸿蒙的。其实它那个电脑啊，你跟国内那些什么乱七八糟 Linux 比起来，已经算很好了，已经好到这个天上地下了啊！你不要去跟 Windows、macOS 比，你跟这些国内已经信创的这些电脑比啊，非常好。马桶有智慧，要不要替马桶想一下啊？对，可以想想。鸿蒙基本上就是基本的 Adobe Autodesk 都没有，这些都没有，你就基本上当它是一个功能不太全的平板。鸿蒙的兼容性比安卓平板还差，但是呢，我们现在就管它叫电脑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华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有任何西方工业软件，这个倒不是了，这个它也可以有啊。其实小米预期不应该是 SUV，应该是跨界车马自达 CX-4。这看定义吧，因为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 SUV，你管它叫跨界车的话，可能卖不掉了。二本直接创业，还有必要读大学吗？这个，读二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学点知识啊，而是为了，在学校里再混几年，可以晚毕业，然后可以避免到社会上学坏啊。而且二本读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出国再去读 college，然后去做蓝领啊，这也是一条出路。期待明年传说中的 iPhone 折叠屏吗？不期待，我对于折叠的任何东西都不期待。好卡啊，不卡不卡。相对于一个点击卡5-6秒，分分钟死机的其他国产替代电脑，鸿蒙已经是很性感了，绝对的。鸿蒙在这块已经非常非常强大了啊。好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看看还有什么提问。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准备休息了。明天还要准备一次直播，然后明天直播了以后，礼拜天我可能就准备不出节目来了。至于会员节目的话，我还没想好录什么啊，让我稍微的思考一下。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体制内的系统投标纯扯啊，这个咱们就不管它了啊。你就当他反正买办公电脑呗，他买了电脑也不用做 CAD，也不用做什么 Adobe，也不用做那个什么，而且鸿蒙电脑里好像还有剪映啊，好像是可以去剪视频的，已经可以了。读 college 不是高中就够了吗？你大学出去了以后可以少读个1-2年啊，这个还是认你的学历的。或者你现在能出去就直接出去，就别在国内混了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手在这儿呢。